拜登说话不算数，美国舆论成功地将中国塑造成敌人，这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田少。在拜登与中国举行的会谈中，不管是4不一无意，还是5不4无意，都表达了不与中国进行对抗、不支持台独的承诺。其政治领导人所表达的意愿是不是真心话？中国还要观察美国政府的行为，比如美国政府继续推动对中国的高科技禁运，就是对抗；而美国政府取消对孟晚舟的起诉，似乎又是在示好。那么美国将如何面对中国？是对抗、合作还是竞争呢？美国的政客现在已经将反华当成了政治正确。其实我们还要关注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态度。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又受到主流媒体的影响。这种态度的变化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，它更能预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。美国罗纳德·里根研究所的民调显示，75%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敌对国家。在2021年，65%的受访者表示有这种观点，而在2018年只有55%。这意味着美国人正在将中国定位在敌对国家的位置上，而且态度越来越明确。有70%的美国人对未来5年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的可能性表示担忧，43%的美国人支持美军派遣军队进入台湾岛直接参战，36%的人反对向该地区派遣军队。如果我们不好理解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，那么可以比较一下俄罗斯人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。82%的美国人认为俄罗斯是敌对国家，比中国高出12%。在2021年，65%的受访者将俄罗斯称为敌人。这也证明俄乌冲突正在激化美国人对俄罗斯的敌对态度。57%的美国人认为应该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，来帮助他们对抗俄军。看到这里，我们就明白了，中国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取代美国的地位，也不像俄罗斯一样发起过战争。但是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敌视态度的增加速度甚至超过了俄罗斯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美国人敌视中国的态度变化呢？首先，美国人敌视中国最根本的原因是对中国强大的不适应。在中国度过绝对安全临界点之前，西方国家都对中国的强大感到焦虑，因为过去的国际秩序就是以维持西方国家的利益为基础而制定的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中国似乎是唯一有实力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。其次，上述民意调查证明，美国的主流媒体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一致的反华，这从本质上看也是霸权国家对第二强国的反感。当双方的实力越接近时，美国人就会越敌视中国，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。最后，美国对中国态度的变化也与俄乌冲突有关，因为西方总能想办法将中国绑在俄罗斯一边，无视中国所采取的中立态度。所以不管中国愿意不愿意，都会被美国媒体定位在站队俄罗斯一边。那么美国的主流民意将中国定位为敌人，已经超过了拜登政府所说的竞争关系。那么这对中美关系又意味着什么呢？其实这是中美实力接近时的自然现象。只要中美经济合作进一步加深，那么这些美国人嘴上怎么说，心里怎么想都不重要了，因为他们的行动会很诚实。中美关系的本质就是竞争，只要中国赢得了这场竞争，美国人才会认清现实，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只会表达不满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